去年随着动画一起登场的6月份推出的第一款 SHF 5档路飞，没想到还没过多久就又推出了一个。我之前就出过视频吐槽过这个老的5档路飞的各种问题，当时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失望啊。如今随着单头岛剧情的再一次变身，戴哥又给你把老模具给掏出来了，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呢？可惜搜遍全中文互联网啊，也没找到这个评测，那就让我冷门凯子轩 UP 主自己来吧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定价一如既往的自信，所以导致没有人买呢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正好现在年终大促，各大平台竞争激烈，拼多多官方为了突出重围，大力推出了魔丸专场，我就试了一下，结果1元就抢到了 SHF 的5档路飞。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要卖到450多，现在1块钱抢，有羊毛一起薅。我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粉丝福利优先抢的名额，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了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行，而且从我这边的链接进去有专属的优惠价，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优惠券，大家赶紧冲呀！回到正题啊，首先还是来开箱看一下本体，那这样一对比就很明显了，虽然不能叫同模，但在工业界也可以是这么表述的，80%的零件复用率，证明5档路飞是一款模块化程度极高的优秀产品。从造型上来说，新版和老版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不管是裤子的造型细节还是颜色，证明可能连配料表都没有什么变化。唯二的区别就是老版是由鬼岛的造型变化的，所以穿了白色的衣服，手臂也是半袖，但弹头岛是脱了衣服变成的，所以也就赤裸上身了。剩下的部分就完全同模了吗？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吗？首先来看到这个之前吐槽过的烟云啊，可以看到原版的这个烟云质量是非常的差的，包括后面的转动的部分非常的松啊，几乎是没有被固定住的，随便轻轻一甩就掉了，这是之前一直出现的问题。而新版可以看到啊，卡的其实是相当的紧的，而且没有衣服的阻隔，阻尼感也很不错，这样去轻轻的甩一甩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，把玩体验上进步了一大截。然后是这个手臂啊，这样看的话感觉老版本的手要短了一截，但其实比一下的话是一样长的，造型不同带来了视觉的差异。不过老版因为是2层，外面还有一层衣服，之前也是吐槽过，非常的难掰动啊。可以看到像这样用力的话，手臂弯曲的幅度并不大，回弹非常严重。而新版就几乎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毕竟造型上要简单很多，弯折起来也很舒服，没有感受到回弹，把玩体验上又加了1分。然后就是这个之前严重吐槽过的这个胶皮裤衩了，不仅极其限制可动啊，而且随便一掰就会髋关节脱落，造型又难看，堪称负分设计。更离谱的是，虽然你用力给它抬起来了，但还是会严重的回弹，玩多了我又怕爆胶，很难受。新版虽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也是一样的胶皮裤衩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掰起来好像就不脱落了，虽然掰着感觉干涉阻尼啥的还是很大的，但也没有回弹感觉。我唯一只有一次向外掰太大的角度才掰掉了一次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工艺做了什么改进。至于其他的部分，比如说头部的一些可动，腰部的各个方向上面的可动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了，甚至和其他的路飞素体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毕竟都是结构完全一样嘛。而像这个橡胶的脚也是完全一致的，就是完全相同的一批零件。当然这些部分本来做的也没啥毛病，反而是因为之前几个影响把玩的地方改进了之后，这个新版的路飞整体的把玩体验要好了很多。戴哥竟然会对同模做改进，实在是有一点吃惊啊！这还是我认识的阿呆吗？当然了，同模这个本质是不会变的。比如说我们来看到面雕，可以看到上方的这一组面雕两边给的是一模一样的，而新版通过阉割2个搞怪脸换来了一个吐舌头的脸型和打还原时出现的护目镜的发型。这个头雕本身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不过我觉得新给的这个护目镜的造型真的是很棒啊，本身就可以适配所有的其他的面雕，而且老的面雕一戴上后，每个面雕的情绪感也是不一样了，尤其是这个大笑的表情啊，戴上护目镜后直接就变成沙滩 funky 的风格了，而这些新的表情又特别的适配尼卡那种就是玩的感觉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另外，因为2个尼卡路飞的头模具是一样的，所以原版的2个搞怪面雕自然也是通用的，直接替换就 OK 了。而这个超级呲牙脸，因为眼睛的部分是平的，所以自然而然也是可以戴上护目镜的，直接画成表情包。不得不说，这小眼睛一戴啊，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那么除了面雕有同模之外，手型自然也不能放过这个省成本的机会。可以看到两边的放松开掌手、全开掌手、握拳手这3对手型给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两边唯一不一样的只有一对，老版是因为握持闪电特效给的握持手，新版这里就很有意思了。单看这个手型来说，不知道卖到韩国会不会被延上啊？
开个玩笑哈，真正的作用当然是为了还原这个扶护目镜的动作了。这个小表情真的是越看越有意思，不愧是解放战士妮卡，看着面雕都感觉开心起来了。对了，顺带一提啊，这次的铜模甚至包括了这个魂支架啊，两边都给了一样的支架，这破玩意儿单卖好像都要150多，不知道玩具的定价里面是不是连这东西也给算上了。其他剩下的东西那就完全都不同了。首先老版带的是这个变身前的觉醒头雕，而新版则是这个跟吴老星打完以后虚脱的表情。由于是在弹头岛上的战斗，所以还带着弹头岛造型的耳机，可以适配这个弹头岛的路飞。但大家都知道5档变身的时候是把衣服都脱了的，所以这个造型其实也是不还原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弹头岛路飞的面雕这个耳机都是可以拆的，耳朵的结构自然也是有保留的。这个时候再装回到本体上，这不就还原了吗？另外这次还给了这个腿变成一团的跑的特效结构啊，可以通过下半身的插拔来替换，注意腰上的飘带也要一起拔下来换。那换装后的整个造型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这次给的特效可玩性真的是很高啊。只不过我觉得这个疾跑真正适配的表情应该是老版的那一个搞怪脸，这才有那味儿嘛。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玩意儿，就是这个伸长的橡胶手臂，老版本只给了2个带袖子的手臂，而且还没有带把缠。而这次的新版终于是给了带把缠的配件了，而且还是一对手臂和一对脚。妈的，就这么简单加个涂装的事，竟然拖到了现在才出。不过很可惜的是啊，就和之前的路飞配件包一样，这次的手是无袖的，所以不是配鬼岛的5档造型，只能给新版自己用了。替换也很简单啊，直接插拔就好，松紧度还是做的挺好的。脚也是一样的，不过为了区分左右，模具的左右脚连接装其实是不一样粗的。这个小的防呆设计好评，粗的那边是左脚，插拔替换即可。而因为这个部分的2版铜模啊，所以这次的把缠无上大快脱，老板也终于能蹭上一蹭了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啊，作为官方推出的唯一带把缠的特效，又是和出海路飞一样的光膀子的造型，那岂不是？于是我拿出了出海路飞，然而结果非常之离谱啊！你以为两边的结构是一样的？这看似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连接装比插孔粗了一圈，根本就不可能插得上。本来我以为可能是哪里我的姿势不对啊，于是想着脚应该可以换吧。结果我把腿拔下来的时候，我傻眼了，这里他妈的竟然是球关！也就是说，戴哥摆明了不给你串着用啊，甚至可以看到连接的腿粗细都不一样。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那整体看下来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呢？要我说就是终于可以玩了，之前吐槽的点有改进，可以嘉奖，给的配件也都挺有意思的，不是单纯的换色。属于是买过老版的也值得买新版当扩充包，没买过老版的也可以直接买新版，不吃亏。而且我看现货的价格也是一跌再跌，个人还是有点小推荐的。但对于整个海贼系列来说的话，这东西就是吃相难看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买来就是为了这个月的黄源的。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尽快带来评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期再见。